九九被晃得直翻白眼，江灵儿的目光有意无意地落在李长寿的身上。李长寿就当自己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，笑着对忘情上人和江灵儿行礼，将话题带到了正事上。白先生，可在暗中准备好了？哈，新君放心就是，绝对都是信得过之人。啊，玉帝陛下的外甥到何处了？李长寿看脸心底浮现出的画面，摇头道：还没有出玉泉山，不知因何事耽误了。不过放心，玉鼎真人和太乙真人都在那儿守着，稍后会暗中护送他一路前来这一片大千世界。白泽笑着颔首，又沉吟几声，有些欲言又止。白先生有话直说就是，你我还需要闷着什么不成？咱们进去谈。既然那玉帝的外甥还没启程，咱们在这里闲着也是闲着。当下白泽坐请，李长寿背着手进入了阁楼花厅。厅中收拾得十分的整洁，花瓶被擦得能映出人影，座椅上的软垫也是一尘不染。李长寿也没把自己当外人，请忘情上人上座，自己与白泽在侧旁挨着坐。江灵儿911坐在对面，某数十座3000世界的宅仙女神在旁边端茶送水。李长寿在渡仙门的辈分最小，可他如今既是人教圣人弟子，又是天庭第2话事人，还是他们临天殿的幕后老板，平时也不能再以晚辈自居了。水神啊，白泽斟酌着言辞，低声道：贫道自是知道水神对那玉帝的外甥寄予厚望，想为天庭培养一员大将，可咱们这般也不太妥当吧？反正我还是第一次听闻年轻弟子外出历练，即将遭遇的故事和磨难都有长辈同筹布置下的。只是稳妥起见嘛。哦，为何而稳妥？有2位真人护持，还不够护他周全吗？护他周全自是够了，但对于数百年就要长成的劫运之子，引导还不够。李长寿仔细思索一阵，正色道：咱们设计的这些关卡，其实就如同一本给他翻阅的书籍，书籍呈现的内容是咱们能够控制的，能给他的引导是可以随时纠正的。根据玉鼎师兄所说，杨戬身怀对天庭的仇恨，本性坚韧，也懂得隐忍，这其实是较为麻烦之事，因为他认定的道理很难去更改。时不我待，大劫不知何时就会落下来。加强对杨戬的引导，其实也是关系到道门天庭稳定的大事，绝不能给外魔半点可乘之机。我之所以会请凌天殿操刀此事，就是避免被他发现是天庭在背后培养的。在他修为有成之前，这一股仇恨天庭的执念，也是可以利用的修行利器。江灵儿与忘情上人对视一眼，2个人都保持着沉默。这已经超出了他们能够理解的范畴，又觉得李长寿说的有理有据，很难去反驳。九九忍不住小声道：长寿，你也有什么深仇大恨吗？怎么突然这么问？感觉你修为也是突飞猛进啊。九九有些心虚地眨了眨眼，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又说错话了。李长寿淡定地道了一句：无他，感悟多了些罢了。白泽抚须思索，又问：可若他窥破了真相，咱们该如何收场啊？李长寿纳闷道：此前不是准备了5、6个方案了？哦，这个倒是。我不也来了此地为他保驾护航？白先生放心，你我联手，何事不可成？可莫说是这般，有心算无力，他师父也会全力配合咱们的。哈哈，那就遵水神之令了。咱们还需注意什么？再来一起打磨打磨剧本吧。李长寿拿出一张卷轴，正色道：我们要把这事设计的有层次感，让杨戬觉得有付出有回报，有感悟有感触，来一场道心和意志双重升华。一定要让他多经历几场恶战，得到对自己大补的祖屋精血，让整个过程都有真切实感。于是午后的阁楼中，一场剧本研讨会在李长寿的主持之下拉开了帷幕。与此同时，洪荒五部洲，
玉泉山中，一名青年道者收拾起自己的行囊，提着一把长剑，看着自己小小的洞府房间，轻轻叹了一口气。他叫杨戬，阐教3代弟子，拜师玉鼎真人，即将开始修行之后的第一次外出试炼。只是最近这1个月，他第5次准备走出洞府了。一想到接下来自己要面对的是什么，青年那双星目之中闪烁出了坚定的光亮。我这次一定要。哥，洞口突然传来一声轻唤，杨戬双目一凝，立刻将宝剑藏在身后，有些无奈地看向洞口的那一道倩影。那身段窈窕偏瘦弱的少女轻轻叹了一口气。哥，你还是要走，对吗？小婵，为兄不过是去历练，那为何不能带我一起？少女向前迈出2步。我也已成仙。随之少女薄唇一扁，眼泛泪光，低声道：哥，我不想跟你分开，你去哪儿带我一起不可吗？你把我自己留在这儿，我总会害怕。本觉得自己已经是铁石心肠的杨戬，竖起的剑眉顿时放平，面容也瞬间软化。我只是出去历练，数月就可回返，并不是离开此地。师父已经等我1个月了，我总不能继续拖延下去。行吧，我不出去了，你莫哭，为兄陪着你就是。洞外云上打坐的玉鼎真人嘴角微微抽搐，却又没多说什么。侧旁的太乙真人抬手揉了揉眉心，突然笑了一声：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谁的徒弟还没点毛病？哎呀，突然就找到了心态上的平衡。不是，这杨戬怎么回事啊？李长寿在那一处大千世界等了6日，指导人每天都盯着玉泉山，那玉泉山大阵总是没个动静。为了给杨戬安排此次试炼，临天殿高层出动近半，李长寿本体带着塔爷和尺哥保驾护航，并随时可得太极图庇护。从场务到护工，从群演到反派，就连供杨戬殴打的妖魔都已经全部就位了，杨戬这个主要角色却拉了胯。你说这玉鼎真人并非是那般不稳之人呢。此前双方已经是约好了详细计划，而今玉鼎真人也一直未能走出玉泉山，定是遇到了什么麻烦。左等右等，思前想后，李长寿放不下心，调了一支本体型指导人赶来玉泉山。一个专业的本体级指导人需要配备金仙境的修为，让人感觉有充盈的血气，并伴有足够多的伪装手段，以及袖中随时能够登场的备用指导人。李长寿本不想让纸人在杨戬面前露面，毕竟纸人化身已是他在洪荒的一面招牌了。杨戬日后若是回过味来识破此事，那就显得非常的尴尬了。为此，李长寿又多花费了一些心思。他不只是调来了一具本体指导人，更是将这指导人化作剪掉胡子的赵大爷模样，并对赵公明发去了传信玉符，告知赵公明此事，避免今后穿帮。到得玉泉山，玉鼎真人自是能够看得透李长寿指导人的底细，外围大阵自行开启，悄悄地放李长寿入内。李长寿刚入玉泉山，就看到云上盘坐面容略显无奈的玉鼎真人，以及侧旁正哈欠连天的大阴阳师太乙。这是咋的了？这不都好好的吗？又用仙识扫过玉泉山各处，李长寿这位天庭普通小拳神额头逐渐挂满黑线。哥，你为什么不能带我一起？我好怕。小婵，这是要去历练修行，增进对道的感悟和理解。你修为不足，为兄修为也不算太高，若是带你去，凶险颇多。哥，你不要把我自己剩在洞里。莫哭，莫哭，我再想想办法。这太乙真人传声调侃：哟，大仇家忍不住过来看看了。
玉鼎真人面露惭愧之色，主动出手帮李长寿的指导人遮掩了气息。就因这般事耽误了这么久？李长寿苦笑着问。玉鼎真人老老实实的点点头。太乙真人叹道：哎，贫道说把小婵儿一起带上，玉鼎师弟却说这般会干扰杨戬师侄修行。杨戬师侄平日里也是颇为果断之人，却唯独对自己小妹完全束手无策。那用个术法让他安睡个几个月不就是了？玉鼎和太乙顿时一愣，笑容颇为尴尬，抬手揉揉眉心。李长寿稳了几手，想了一个万全的办法，问：灵珠子与杨戬这些年有过交集吧？他们两个倒是挺熟，平日里都会互相切磋，尤其是最近这20年，灵珠子不在天庭，就会跑来玉泉山，贫道的洞府都不回。李长寿答应一声，立刻布置安排。于是2个时辰后，灵珠子驾云匆匆赶来，听了李长寿一路的叮嘱，又得了师父师叔应允，灵珠子先对杨戬传声，而后从背后偷袭，轻松定住了杨禅，让他元神迷蒙，昏睡了过去。杨戬长长的出了一口气，眼中满是感激，对灵珠子拱手道谢：多谢师兄相助。应该的。灵珠子也拱拱手，用仙力将杨禅送去内洞的床榻上，回身道：师弟还请放心外出历练，我定会照顾好小禅。杨戬看了眼熟睡的杨禅，对灵珠子叮嘱：小禅幼年受过刺激，修道之后一直有心魔未能驱散，师父出手也只是将他心魔暂时封印。师兄，你且记得，若他醒来因寻不到我而恐慌，你就将此物……不必麻烦。灵珠子打断杨戬的话，笑道：我会一直给他续上昏睡的术法，让他在睡梦中等你归来。杨戬师弟放心，你妹就是我妹，我绝不会对小禅失礼。我自是信得过师兄。杨戬舒了一口气，对着灵珠子又做了一个道揖，射来角落中横放的宝剑，低头迈步踏入了洞外的光明。瞬时感觉浑身都轻松了不少。玉鼎真人在空中现出身形，接杨戬去了云上。李长寿此时已经将指导人归入太乙真人的袖中，稳妥起见，并未主动跟杨戬碰面。师父，师伯。杨戬面露惭色，抱剑做道揖：弟子让您久等了。玉鼎真人温和一笑，言说无妨。侧旁的太乙真人嘴角轻撇，想吐槽又被自己强行给忍了回去。祸不及晚辈嘴不开后生，这是我太乙开团的原则。特别讨厌的晚辈除外。不多时，玉鼎真人驾云带着杨戬与太乙真人离了玉泉山，全力催动白云朝着东海疾飞。玉泉山上也就只剩下了灵珠子和熟睡的杨禅。灵珠子走到洞口，想着长庚师叔的叮嘱，以及师父10多年前对自己解释过的有关杨戬的身世，又想着杨戬这个师弟曾经无意间表露过对天庭的恨意。杨戬师弟今后得知真相，心底总归会对长庚师叔有所埋怨。长庚师叔算计得太过周全，最后反而会因此惹来杨戬师弟的敌意吧。灵珠子抱着胳膊，颇为认真地思索了一阵。莫非师叔并不在意师弟这般敌意？喃喃自语半声，灵珠子对着洞外的天空愣了一阵，而后挠了挠头。算了，想不明白这些弯弯绕绕。趁杨禅昏睡着，我自己打他拳法吧。最近小兔总是让我品鉴他的舞姿，每次还穿得花枝招展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彩虹萝卜吃多了。这一来二去，倒是让我的练功进度耽误下了许多。你看，灵珠的奇妙烦恼，你就没有吧？赶去那一处大千世界的路上，李长寿能够明显地感受到玉鼎真人对杨戬的在意，一路都在叮嘱人心险恶，一路都在言说修行感悟。杨戬盘坐在玉鼎真人的身侧，这一路都在仔细地听着，几个日夜都未表现出半点的不耐。仔细想想，这玉泉山也是颇为有趣。
对徒弟无比看重，甚至为了不打扰徒弟修行，大多数时候都在隐藏身形的玉鼎真人。对师父无比感激，又对自己妹妹束手无策的杨戬，黏着自己兄长，生怕亲哥离开自己的杨禅。还好，杨戬虽然对自己妹妹颇为疼爱，但并非必须将妹妹绑在自己身边，不然也不会如此痛快就将杨禅交给了灵珠子照料。暗中用观气之法看了眼杨戬的气运，发现依然是惊人的大红紫，劫运之子的身份却是瞒不过会忘气之人。选择在这个节点安排杨戬外出历练，其实是李长寿和玉鼎真人几次商议之后的结果。此时临近紫霄宫商议封神事，西方教必不敢生事，各方大势力也都安静如鸡，外部环境其实最是安稳。虽杨戬后续还会有不同程度的磨砺，但杨戬长大成人后第一次下山，定会对他的性格、看待事物的观念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。路上又花费几日功夫，终于抵达了那一片大千世界。玉鼎真人站起身来：“杨戬，弟子在。”杨戬立刻起身应答，目中神光闪烁，随之就饮了下去，耐性着实是不错。玉鼎真人温声道：“此地有一处你的机缘，看似平静，实则暗藏凶险。这第一次历练，为师就为你选在此地。我与你太乙师伯100日之后过来接你。切记，洪荒人心险恶，又是大劫之时，你如今实力不足，莫要逞强。”弟子领命。